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追风者跳出谍战套路，金融加谍战双 buff， 王一博演活乱世小人物。在谍战剧同质化严重、套路化泛滥的当下，2024年播出的《追风者》横空出世，凭借独特的叙事视角、扎实的剧情质感和鲜活的人物塑造，打破了谍战剧的固有桎梏，成为年度现象级年代谍战佳作。这部由姚晓峰执导、王一博、李沁领衔主演的剧集，播出首周便掀起观剧热潮，收官时斩获黄金时段收视率 TOP1。爱奇艺热度峰值突破10017，全网正片播放市场占有率超21.6%，口碑与热度双丰收。不同于传统谍战剧聚焦情报博弈的单一叙事，《追风者》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金融改革为背景，将金融商战与谍战悬疑完美融合，以小人物的成长轨迹为切口，讲述了魏若来从懵懂青年到坚定革命者的蜕变之路，既有紧张刺激的智勇较量，也有细腻动人的烟火温情，深度解析，带你读懂这部被封神的谍战佳作。追风者最具突破性的亮点，莫过于跳出谍战剧固有套路，将金融元素与谍战悬疑深度绑定，开辟了谍战叙事的全新维度。不同于以往谍战剧侧重情报传递、敌后潜伏的单一设定，这部剧将故事背景置于1930年代国民政府金融改革的乱世之中，敌我双方的较量不仅局限于情报战场，更延伸至金融领域的智慧博弈2-3。剧集以沈图南推行的金融改革为主线，串联起假币案、建设库券事件、关税保管权争夺等一系列核心剧情，既展现了国统区央行内部的纵横捭阖，也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借改革敛财、腐败不堪的真实面貌。这种金融加谍战的双 buff 设定，既避免了谍战剧的同质化，又降低了金融题材的观剧门槛。剧中，魏若来用乌鱼和泥鳅的比喻解释中央银行的乱世自保，用周以借贷案展现普通百姓被钱庄和银行双重欺压的现状，将晦涩的金融知识融入剧情之中，让观众在追更的同时，读懂金融与战争的深层关联。而谍战线则巧妙穿插其中，沈近珍等中共地下党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，获取金融情报，破坏敌人的敛财计划。金融商战的波谲云诡与谍战悬疑的紧张刺激相互交织，每一集都有新的悬念与反转，让观众全程紧绷，欲罢不能。小人物的成长叙事是追风者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也是贴合企鹅号用户喜好的核心。剧集没有塑造开篇即高能的完美英雄，而是聚焦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，一个从江西乡下来到上海谋生的普通青年，只上过1年半立信会计学校，生活拮据，身份卑微，却凭借出色的金融天赋和锲而不舍的意志，一步步走进中央银行，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路。开篇近2分钟的细节刻画堪称经典。魏若来早上匆匆起床，顶着乱发刷牙洗脸，用手胡乱整理头发，穿着破洞的袜子打理旧皮鞋，生动还原了小人物的窘迫与坚韧，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。魏若来的成长轨迹是乱世中无数青年的缩影，他的蜕变之路真实而有力量。起初，他怀抱金融报国的理想，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，报效国家。在沈图南的赏识与培养下，逐渐在央行站稳脚跟。但随着深入接触金融系统内部，他亲眼目睹了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，看到了底层百姓在乱世中如蝼蚁般的生存困境，也经历了哥哥魏若川牺牲、被诬陷入狱等一系列磨难，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。在沈近珍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，他从最初对革命信仰的懵懂，
到最终毅然投身苏区金融战线，完成了从平凡青年到坚定革命者的蜕变，让观众看到了信仰的力量。王一博的精彩演绎为若来这个角色注入了灵魂，也成为剧集的一大看点。作为新生代演员，王一博彻底跳出偶像光环，精准捕捉到位若来不同阶段的状态变化，初期的小心翼翼、坚韧执着，中期的迷茫挣扎、逐渐觉醒，后期的坚定果敢、重情重义，每一个微表情、每一个动作都刻画的细腻入微。无论是面对领导秘书刁难时的隐忍，得知哥哥牺牲时的悲痛，还是投身革命后的坚定，王一博都演绎的极具感染力，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演员的演技实力，也让魏若来这个小人物形象深入人心。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进一步提升了剧集的质感，避免了配角沦为工具人的尴尬。姚晓峰导演擅长刻画群像，剧中无论是主角还是边缘人物，都有自己的性格与故事。李沁饰演的沈进珍，作为留学归来的中共党员，聪慧果敢，信仰坚定，以自身便利为我党提供情报。他与魏若来从误打误撞到并肩作战，没有狗血的爱情戏，只有纯粹的革命情谊，人物形象鲜活立体。张志坚饰演的沈图南更是打破了反派的脸谱化设定。他留学德国，才华横溢，心怀金融报国的理想，是魏若来的人生导师，对魏若来悉心培养，倾力相助，甚至在魏若来被诬陷时力排众议出手营救。但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，他最终选择妥协，与魏若来分道扬镳。即便如此，在生死关头，他依旧不惜向对手求情，只为救下魏若来。这种复杂的人性刻画，让沈图南这个角色极具层次感，也让剧集更具深度。此外，七宝街的街坊邻里刀子嘴豆腐心的房东周怡，行事仗义的人力车夫阿文，深藏不露的爷叔，都充满了市井烟火气，为冰冷的乱世增添了一抹温暖。剧情紧凑，细节扎实，是追风者口碑爆棚的关键。剧集采用涉悬是悬的叙事节奏，开篇便以通商银行股票暴涨后突然跌停的悬念切入，引出沈图南的金融操控与沈进珍的锄奸行动，两条故事线并行推进，逻辑严谨，层层递进。同时，剧集对细节的把控极为严格，从服化道到场景布置，都力求还原1930年代上海的时代风貌。魏若来的旧皮鞋，沈进珍的民国服饰，中央银行的办公场景，七宝街的市井烟火，每一处细节都极具代入感，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。更难得的是，追风者在强情节的基础上，融入了浓厚的烟火气与家国情怀，让剧集既有爽感，又有温度。七宝街的邻里温情，魏若来与沈图南的师徒情谊，沈图南兄妹的亲情，都成为乱世中的温暖底色，缓解了剧情的紧张氛围。而剧中传递的爱国情怀，更是贯穿始终。沈图南的金融改革，魏若来的信仰追寻，沈进珍的情报工作，本质上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解放。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，让剧集超越了普通谍战剧的格局，更具现实意义。制作层面，追风者秉持着严谨细致的创作态度，质感拉满，镜头语言简洁有力，特写镜头聚焦人物的微表情，放大人物的内心挣扎，远景镜头展现上海的时代风貌，一边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，一边是市井里弄的苦难深重，形成鲜明对比，凸显了时代的动荡。配乐贴合剧情节奏，低沉压抑的旋律渲染出谍战的紧张氛围，温情的配乐则凸显了烟火温情，进一步放大了剧情的情感张力。当然，这部剧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。有观众表示，部分金融剧情略显晦涩，虽然剧集已尽量通俗化解读，但仍有一定的观剧门槛。也有观众认为，
为若来的信仰转变虽然符合逻辑，但部分环节略显仓促。但瑕不掩瑜，这些小瑕疵丝毫没有影响追风者的整体质感，反而让它更具真实感。总体而言，追风者是一部兼具质感、深度与温度的谍战佳作。它打破了谍战剧的固有套路，以金融加谍战的全新设定，讲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成长与信仰追寻。王一博、李沁等演员的精彩演绎，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，扎实紧凑的剧情，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，让它成为谍战剧史上的创新之作。它不仅为谍战剧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，更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观剧体验中，读懂了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年轻人的坚守与担当，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。对于谍战迷和年代剧爱好者而言，这部剧绝对不容错过，值得反复品味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